一个诡异的红色羊头人抱着包从隧道里跑了出来，而他的身后则是躺着一具被刀刺穿的尸体。这种怪事儿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红色绵羊经常会突然跑出来吓唬街边的路人，兴致来了还会绑架个女人玩玩，甚至连小兰小时候走夜路都曾被这只红色绵羊调戏过。就目前情况，杀人的肯定就是这只红色绵羊了，因为发现尸体的桥洞上方有着深深的羊角刮痕。想查出红色绵羊是谁，那就只能先从死者下手了。他是个饭店主厨，按柯南的尿性，凶手8成就是他店里的员工，而且这些员工全没有不在场证明。3个男人昨天一整天都窝在自家的臭屋里。突然，小兰说出了红色绵羊的事儿，众人一惊，好像他们都有见过这个鬼东西。原来红色绵羊最近在网上很火，这玩意儿总会凭空出现吓唬路边约会的情侣，甚至最近还出现了一种绵羊游戏。正说着，毛利大叔便领着2个小牛马进屋了。原来这俩人昨天就在玩绵羊游戏，还把大叔搭进去了。具体玩法就是女朋友以红色绵羊之名发出绑架信，测试男朋友敢不敢前来营救。因为说找警察就撕票，所以这个男生当时就打擦边球找了大叔这个侦探，结果就是大叔被耍得跟个冤种一样。何がゲームだ。こっちとら真剣に彼の思いを組んで仕事してんだ。そんな大人を巻き込んで。虽然被耍，但巧的是这对男女也是这家餐厅的员工，这把是轻蛇5选1。柯南表示，既然绵羊游戏这么火，有没有可能主厨最近也收到了绑架信，所以才会半夜去桥洞？跟主厨合伙开餐厅的眼镜哥表示，主厨虽然已经变老登了，但他却一直是光棍儿，毕竟他的恋人是这个厨房。但他刚说完，警方就在主厨家的电脑上找到了绵羊绑架视频。红色绵羊让主厨拿5000万来米花桥洞，随后视频里的绵羊便展示了一个女人，这估计就是主厨的女朋友。黄毛推测他最近爱玩相亲软件，这可能就是在那上面认识的女友。只是没想到主厨第一次奔现就遇到了仙人跳，打破了自己在米花50多年的不死记录，纯网恋教父。那碗绵羊胳膊夹着的包估计就是5000万了。突然柯南发现黄毛的手表有点不对劲，与此同时小兰也想起了一段记忆。原来10年前小兰曾见过这个阴间画风的红色绵羊，而牵着小兰的正是小洗衣机。这会儿借着回应，柯南来到了一个破仓库，本来想踩锁上门看看里面，但没想到锁见到柯南直接自杀，给他送了进去。果然这个仓库里面有各种玩偶服，中间正是那个红色绵羊，并且羊角上也有摩擦的痕迹，就是隧道里逃走的那只。突然一双大黑手一个强人所难，把柯南放倒在地。捕まえたぞ泥棒。警察に突き出してやる。原来这人是管理员，最近2、3周这红色绵羊被偷出去好几次，都是晚上偷走，白天送回。公务推所门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其实除了被偷之外，3周前也有个人正规登记借走了这个绵羊。几人一看记录，竟然是眼镜哥借走的，原来他就是红色绵羊。回到饭店，大叔直接指出眼镜哥就是凶手。好了，你安全了。大叔直接亮出了红色绵羊，但眼镜哥并不承认他杀人。他说他确实借过这个玩偶服，因为当时店里要举办庆祝活动，所以他想用红色绵羊做宣传。但是主厨不同意啊，这么阴间的东西，怕不是要把顾客吓得大小便失禁。其实10年前小兰见到的绵羊也是眼镜哥，因为他是搞设计的，这个绵羊就是他的作品。虽然自己设计的很阴间，被嘲笑，但眼镜哥觉得这还不至于杀人。相比自己这个正儿八经去仓库借的，应该是偷绵羊服的人嫌疑比较大吧。随后眼镜哥矛头一转，原来当时他打包好绵羊服后，就是让这对情侣还回去的。盒子上还写了绵羊服，估计这衣服就是他们3番5次偷走的。突然男生好像脑干被抽了，直接自爆。我怎么知道那仓库门是坏的？あれれ？おじさんは鍵がかかっていないと言っただけで。至此2人也承认了，每天晚上确实是他们在偷绵羊服，目的就是为了用绵羊拆散路边的情侣，然后把视频传到网上火一把。1次2次的他们也就上瘾了。不过他们却说自己只是整蛊路人，可不敢杀人啊。柯南心里也认同了这说法，毕竟绵羊的脚滑到了桥洞上方，这女生是个矮冬瓜，总不能作案的时候踩个高跷吧。话说你是怎么好意思说别人是矮冬瓜的呀？这时众人已经为谁是凶手吵了起来，下一秒柯南一针麻醉干翻了大叔。各位，杀人的红色绵羊其实不是这个女生，真正的凶手其实是这位黄毛小厨师。随后柯南召唤出了自己，搬起篮球，不是搬起绵羊的头就套在了黄毛头上。再次拿起头套时，证据已经出现，黄毛精心打理的头发被压塌了。昨天你的头发也是被压成了这样，所以你一直都在用手打理。而且你昨天说你一整天都在臭屋里，那你的头发为什么会被压扁呢？其实我还有一个证据，就是你手表上夹有玩偶服的红色纤维。刚才柯南给你穿的时候，你没有动手，这就很好的证明了你昨晚穿过这件红色绵羊。估计你是在厨房装了窃听器，才得知了主厨藏了5000万，所以便策划了这起诈骗。但这会儿黄毛却表示自己确实想要钱，但那晚他是真的没杀人。原来他来到桥洞后，先脱下玩偶服休息了会儿，但突然背后一人给他来了一记琴酒棍法。等他醒来之后，便发现红色绵羊消失了。突然柯南脑袋轰的炸开，原来是自己推理错了。画面一转，你的小可爱突然出现，他拉开了一个玩偶，伸头钻了进去。但下一秒，房间瞬间变亮，身着绵羊服的毛利大叔出现在了小黑身后。这会儿人赃并获，小黑竟然是玩偶仓库的管理员。原来之前柯南摔进仓库，抬头时被玩偶的脚磕了一下，这么重，这就证明里面藏了东西。咱讲话的，万一藏的是尸体呢？这会儿管理员到
道出了实情。那天他本来是埋伏在这儿想抓偷绵羊的犯人，但没想到却听到了5000万诈骗计划。因为自己的公司濒临倒闭，所以他心生邪念，打晕了黄毛，自己穿的那套红色绵羊去向主厨要赎金。本来计划很完美，但他却在低头捡钱时头套掉了。在沈阳大街让我看到你头套必须一拽掉，必须砸你脸。正好主厨包里放了把菜刀防身，自己被看到的长相，所以他直接一刀刺穿了主厨。果然主厨是真的亡灵教父，不光捡5000万，自己啥也没干，最后还莫名其妙被杀了。而这位更是重量级，在经历了红色绵羊之后，大叔甚至連梦都变陰間了。プレッキー羊なんぼでもバトル入れ